哎呀，该死！我这一喝酒就发疯的毛病又犯了，夏让也不拦着我。不得不说，这男模的身材真的很好啊！我一直在想什么？想跑？姐姐改天再去照顾你的生意哈。姐姐要去上班了，再见。呀，这么尖，你属狗的？就算是狗，也是姐姐的狗。好狗狗，姐姐上班要迟到了，请姐姐下班了再来爱你哈。沈氏集团的员工啊，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今天下午有个设计方案的策划会需要您参加。今天大瓜灭绝师太少女回春，我在周总监的脖子上看到草莓印了。新总裁已经到办公室了，您要不要去看看？也好。对了，我只是作为新任总裁例行巡查公司，不用让他们都来接我。这个男模，你怎么还知道公司来了？因为想追你。哎，我不会跟你谈恋爱。幼稚啊！可你昨天晚上不还叫我哥哥？哎，放我下去！不放，除非你亲我一口。那套着呗。好啊。可以了吧？你别忘了，你是谁？沈总，您这是？去给我安排一个周婉丽助理的职位。您这是什么 play？总裁怎么能当姐姐的小狗？还是助理好。拿过去。喂。抱歉，我来晚了。周总监，为了谈恋爱，连如此重要的策划会都迟到，看来你这是知道竞争不过我，要放弃副总这个职位了。我们这一期的设计是水果和珠宝的结合。别白费功夫了，就算你不赞同公司让我当这个副总，争取到了竞争机会又如何？沈氏起家做的就是高奢珠宝，我的客户都非富即贵，一个订单至少1000万起跳，而公司交给你的不过是平价珠宝销售，就凭你们几个人，几百几千一件一件的卖，怎么可能赢得过我？平价珠宝并不是没有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珠宝有自己的理解和需求，我们作为设计师，不就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吗？客户的需求？你说的客户该不会是像你一样农村出身，朝九晚五的穷人，月薪几千也想佩戴珠宝，痴心妄想。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去喝杯咖啡，清醒清醒。人无贵贱，珠宝再贵也只是装饰品而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珠宝和设计。既然公司提出了平价珠宝市场的开发，那我做的事就有意义。少拿鸡毛当令箭了。公司是为了给你找点事情做，让你输的呀心服口服。沈氏才不会做穷人的生意，是谁给你的权利让沈氏这样的高奢品牌沾染上穷人的穷酸气？你怎么来了？难不也不能硬闯我办公室，快走！我没有硬闯，我已经拿到你们公司的 offer 了。我对你说的话，认真的。新总裁既然也来了，如果能让他看上我，哪还要和周婉丽争一个破副总？那接下来就看看我的设计方案吧。孟总监患有眼疾还来上班，身残志坚啊！这一次的设计依旧遵循的是公司的设计理念，采用较为华美的碎钻作为装饰。中间镶嵌的10克拉红宝石，采用的是泰勒彩宝的切割工艺进行切割，使得整条项链看起来流光溢彩，尽显华贵。美则美矣，毫无设计感，他怎么当上总监？你还懂设计？好了，你们2个设计的都很不错，我决定同步推进，
营业额高的可以直接晋升副总。散会。说吧 ，offer 怎么回事？什么？取工牌是吧？好，马上去。婉离，人事不让我去取工牌，我一会儿就回来。某些人啊，别整天想着勾引上司上位，你这种姿色咋看不上呢？你在这阴阳怪气什么呢？有本事我相看。你挑衅我！别以为今天是你，你斗不过我，迟早我会把你从沈氏赶出去。哎，孙总，干嘛叫人家打扫地板呀？人家不是对地板感兴趣，是对你感兴趣。孙总，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人要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话，可以照下镜子，别来烦我。沈总。凭什么什么好处都让这个贱人给得了？他勾引上了沈总，那副总的位置就是他的。看什么看？你不甘心吗？我可以帮你扳倒周婉，让你成为副总。你是谁？凭什么帮我？我是沈氏集团的继承者之一，只要你帮我扳倒沈明耀，让我上位，你一样可以做公司的副总。啊，说说你的计划。沈明耀来公司之后不理事，却和公司的高层不清不楚，还滥用自己的职位影响公司运作。董事会的人知道，一定会革了他的职，让我上位。干什么？副总的位置，自然是你。我发誓，我跟莫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喜欢你。我并不认为我们适合在一起，因为你比我小了整整10岁，而且你刚毕业，工作也没什么经验，不能胜任我的助理。赶紧走吧。虽然我刚毕业，但是我毕业于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学院，这个学院的含金量你应该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有着更多珠宝设计行业相关的人脉和资源，和你这种独立打拼起来的最互补，所以适不适合，要试试才知道。那就试一次。今天晚上陪我出席个酒会。好。明明是一起来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难道是知难而退了？周大美女，今天你也来了？这个是合作伙伴不能做。陈总监，你我平级，叫我周总监就好。你们公司选这么大一美女当总监，肯定是为了今天的酒会而来的。你呀，就别再推三阻四的了。你什么东西啊你？居然敢泼我！我们盛世集团的盛总可是他们公司的大客户，每年的订单珠宝就几千万，你居然敢泼我！我怎么只记得您被沈氏集团的一个周总监吓尿了裤子？你要是还要纠缠的话，我保证明天2家公司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你怎么回事？我才刚走一会儿，你怎么被人欺负了？你呀，酒量不好，还替我挡了这么多的酒。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答应你的，我都会做的。这一次的销售渠道彻底打通，我们设计的珠宝也会在各大商场铺货销售。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就能成为沈氏副总，而你就是副总助理啦。
你认可我了？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我先带你去洗澡了，然后换一身干衣服。墙上浴巾是新拆封的，可以直接用。外面洗手台上有一套我的睡衣，也是新的。沈明耀虽然年纪小，但是为人处事确实细致成熟。或许姐弟恋也没我想的那么可怕。那个，我潮了，穿的时候沾了点水。没事，这样就挺好看的。我是说，喝点姜汤。干嘛突然喂汤给我？你虽然看着是个冷面精英，但是我都发现了，你特别爱吃甜的。你观察人都这么仔细的？我只是对你上心。到外面睡吧，我帮你。好了，谢谢。这个是吸血，没有报酬。你想要什么报酬？我想要……哎呀，你帮我刮胡子。哎呀，别闹！还扎不扎？不扎了，不扎了。姐姐，我有男人的成熟稳重，还能给你男孩的浪漫，真的不考虑我？可以考虑。但不是现在。如果某人在升职宴上给我告白的话，说不定我会同意。真的？一言为定，我在升职宴上给姐姐告白，开口。预定给你的。喂，明天给我准备一束花，在宣布结果的时候给我送进来。我要公布我的身份，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婉玲一个盛大的告白。哇哦！姐姐，这次项目验收会后，你就要升职加薪了？还不一定是我赢的。怎么可能？我们昨天统计营业额已经破亿了，所以这次沈氏副总的位置就是一个囊中之物。大家安静一下。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我们马上宣布副总的当选者。我宣布，当选副总的人是孟娜。怎么可能？明明我们小组的营业额高于他们。营业额高算什么呀？公司选中的才是赢家啊！你的就职文件我看一下。果然，文件有问题，我去查，你拖着他。这简单换掉一个就职文件，很快就能被沈明耀查到呀。查到就查到喽。重要的不是就职文件，而是你要借此激怒周文林。只要你们能闹起来，就能成事儿。孟娜这团果然是假的，应该是被人换了文件，但是公司也是正大的。沈家豪，我服了。小哥果然聪明啊！我筹划了这么久，没想到你会这么会开发。沈家豪。你在公司没有职位，不能参与沈氏的任何重大决策，需要我跟着你查。不用，大哥，
反正以我2人的位置，马上就要调换了。我说这个时间，孟娜应该已经告诉我，其实是你通过孟娜和总头上，还有副总的位置都谈好。你说董事会也知道，我们公司新上任的总裁和公司的总监有感情纠纷，因为争风吃醋，影响公司利益。你说公司会有谁有责任？你知道明明为什么你的营业额比我高，却还是我得到副总的位置吗？跟你陪睡当上总监的位置是一样的技能啊。对，但是这一次是沈总，公司新上任的总裁。没错，我和沈总在一起了，他很喜欢我，所以就把副总的职位给我了。你不嫉妒吗？明明你也很努力勾引沈总了，可他还是选择了我。你有臆想症吧？我什么时候勾引过沈总？周婉离啊，周婉离，明明你最看不起我靠陪睡得来总监的职位，但你也和沈总睡了，却也没有得到你想要副总的位置，我真是替你可悲啊！现在我就以公司副总、沈总女朋友的身份警告你，离沈总远一点，不要再勾引他，不然我就让沈总开除你。沈总。哎呀，你不要信孟娜说的。我当然不信了，我连沈总见都没见过，怎么可能会陪睡？对了，婉离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婉离，其实……哎，你说咱们这个新任的沈总，他是不是有眼疾啊？为什么能看上孟娜呢？乱说话！小助理。你胆子大了啊！没错，没那么简单。跟我说，沈总有眼无珠。沈总有眼无珠。嘿，跟我说，沈总纯笨如猪。你怎么能人身攻击呢？沈总纯笨如猪。姐姐。你的项目职位都被抢了，你怎么生气啊？因为我觉得新任总裁不靠谱，年纪小，经验少，还会被孟娜这样的女人所勾引，证明眼不爱吃。对我印象这么差，我如果现在就告诉他我是沈总，岂不是这段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不行，得等我把孟娜和沈家豪解决了，再告诉婉离我的身份。所以我决定跳槽去对家公司上班。不行，你走了我怎么办？我们不是说好的？我们不是说好了等升职再告白对吗？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我不会把爱情放在事业前面的，那样只会跟我妈一样，落得一个被抛弃、含恨而终的下场。姐姐，难过就哭出来吧，我会陪着你的。流泪不是懦弱的表现，它其实是一种讯号。讯号，让爱人治愈你的心。不用担心，不想谈恋爱也可以，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但你一定要相信，这次的升职一定有问题。我已经把我查到不对劲的地方上报给公司，相信我，很快就会有结果。什么叫孟娜的能力与副总位置不匹配？总经理要求两人重新比试。谁能拿下今年的高升订单，谁就是副总。怎么，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自信吗？要不要向全公司宣布你作弊，你就辞职？你以为沈总是在替你鸣不平了？我告诉你，沈总是心疼我，怕我太累了，所以呢，想要用笔试的方式拿到你的设计案，然后写上我的名字，给我铺路。我倒要问问沈总，他什么意思？沈家豪，你不是说只要更换了周婉丽小组的销售报告，我就能当副总吗？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还让你用沈明耀刺激周婉丽当到验收会，你们闹起来了啊！现在董事会的人不
不仅没看见沈明耀的门路高层，反而认可了沈明耀的决策能力，真是特别诚实。哎，我让你勾引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你都做不到，就你这样子还想做副总啊？你有能力，不也连沈氏集团的董事会都没进去吗？只会埋怨女人，怪不得这多沈明耀。记得啊，有的话可以说，有的话说不得。不过说起来也确实奇怪，周婉妮看起来很重视感情，可为什么她竟然和沈明耀上了床呢？肯定是对沈明耀有感情的。你既然昨天跟他说了你和沈明耀上过床，他却表现得毫不在意，到底是哪儿出错了呀？说不定他就是平时装的高冷，背地里私生活很混乱也不一定啊。真是自己婊子当多了，看谁都像个荡妇。行了，我们也跟你去看看啊。趁姐姐做这个项目的时间，我就跟在她身边，1个月的时间，肯定能把姐姐拿下。到时候再公开我的身份，她就不会离开我了。袁总，姐姐怎么来了？沈总，我们谈谈。我现在不方便，你先出去。不行，这件事情关于我的个人尊严，请您认真对待。我们就这么说吧，我感冒了，怕传染给你。不行，请您转过来，端正对我的态度。我们非要面对面说吗？背不行吗？不行。年薪涨30%。好嘞。沈总，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无故否定我的工作能力和成果，还要把我辛苦做好的设计方案移花接木给孟娜？现在就是因为孟娜说累，又想再骗我出一次方案给孟娜坐享其成。谁说的？孟娜亲口说的。您在？我要告他诽谤。我是说，首先我澄清一下，我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其次，我认可你的能力，如果合作方也认可你的设计方案，那公司的副总就是你的。行，我已经录下来，发给我的小助理，希望总裁您说话算话。喂，那个方案明天给我。姐姐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不如借着外人的身份试探一下。对了，你刚说那个助理没有工作经验，你还留着他，是因为喜欢他？留着就是对我有用，至于喜不喜欢，就好像是我的个人私事吧。沈总，你应该管不着吧？再见。姐姐，总有一天我会让这个问题的答案变成肯定。南国助理，在周婉妮身边不一直和沈明耀吗？对了，我那天挑拨沈明耀和周婉妮的时候，我一直说的都是沈总，但周婉妮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沈总。有没有可能是沈明耀根本就没有告诉周婉妮，他就是沈总？我明白了，看来沈明耀也不想让人知道沈氏总裁和公司高管的风云轶事。那我们就要揭穿他们真实的身份，先让他们鹬蚌相争，然后咱们再人龙得利。不，他们现在正在甜蜜期，说穿了沈明耀的身份，很有可能他们几句话就把误会给解决了。不妨我们将计就计，等周婉妮觉得自己已经赢了的时候，再利用沈明耀的身份给他致命业绩。到时候周婉妮自己都会闹蛋，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出面。沈总啊，那夫人非常的大胆，几乎对他和夫人是言听计从。只要你的设计方案让夫人看上了，就打上差。陈夫人，您这质感好漂亮，在哪买的？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配我趁手。我和周小姐的习性不太一样，这家球光或许你用不甚少。
陈夫人说的是，像他这样不会打高尔夫的人，你是不会明白的。陈夫人，这是您这牌子球杆的最新款，您试试顺不顺手？陈夫人的意思是，球杆不在贵，不在新，不在贵。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球杆，就像珠宝一样，品味繁杂不一，但总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只需一眼便知道这根珠宝属于自己。哦，你很不错，我们比试一下。我都告诉他做什么事，您给我半个小时，我让你比我更清晰一些。当然，我也要热热身嘛。那我也加入。姐姐厉害了，这才几局法就让夫人够了吗？还不带我去练球？走。一会儿我都要看看你脚崴了还怎么比赛，等着看我和陈夫人比赛成功拿下项。来，没事。还让他俩演上偶像剧了？哎，这做的太明显了。猜怎么做？当然是以牙还牙。周婉厉害。那沈总现在可以教我打球了吗？要这么近吗？当然要抱这么紧了，不然怎么知道你发力的点对不对？课时费，看球。你通过打球想得到陈夫人的青睐是不可能的了。要给沈明耀还有周婉丽下点药。打球累了吧？喝点水休息一下。运动后喝点水对身体好。谢谢。婉丽，你脱衣服干什么？你怎么这么热？我也好热，我被下药了。婉丽，你放开我。I made the perfect you in my head. 'Cause physically you are the blueprint. But internally, goddamn, you're a mess. So to stay with you, I had to imagine that he is perfect. Anything I give him, he deserves it. Rarely does he ever come to see me, but anytime he does, he makes it worth it. Like I earned it, gotta love him. And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help myself, I only think of. 现在怎么办？就算我们知道是孟娜做的，也不能挽回我们在陈总夫人心中的印象了。或许我们不应该因为陈总而讨好陈总夫人。你的意思是？陈总夫妇每周3都会来这个城市喝茶。那你在这个后来？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不是写了吗？陈总还没有从陈夫人那里接手公司的时候，还是一名画师。我托人打听到他最喜欢的画师，和他在见面了。这个是啊，进来。陈总，陈夫人，我们是为那天的事情来道歉的。走。首先，我们想简单的解释。
检测到样本中含催情药物成分。那天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之，而是有人在我们的水杯里下了催情药。但确实，那天让你们看到这样的画面，确实是我们不对。还希望二位能够海涵，不要介意，不要影响两家公司的合作和利益。哟，这是黄大师的话，这是给您的赔礼，希望你能喜欢。啊，你们有心了啊！昨天的事儿啊，确实跟你们没有关系，放心，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啊！好。哦，你们的设计方案确实比蒙娜他们好得多，我们陈氏一定会择优而取的。那期待与你们合作，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了。好，谢谢。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呀？哎呦，这周婉离什么意思啊？他这不就是在讽刺您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小画家吗？是啊，陈总，您才是陈氏的掌权人呀，怎么能被一个女人给嘲讽？哎呀，你们说的对，放心，这项目能的。嘿嘿嘿嘿嘿嘿。陈总他怎么了？放心吧，项目肯定是我们的。这今天白日的，周总监怎么就做上梦呢？周婉如，我告诉你，跟我斗，你的下场就是输。通过的方案已经在我手上，接下来由我揭晓谁获得了副总的职位。他就是周婉离。友情合作方的徐总代表其公司上台和周副总签署文件。陈总不才是陈氏集团的总裁吗？有没有可能不是陈氏集团，而是许氏集团？徐总，您刚刚也听到了陈总和孟娜在办公室做的事情吗？您甘心被这样个人害人负担吗？还有，您当年和下属的事情，不觉得跟我们昨天很像吗？明明能特别把公司给到陈浩，自己不再出面，还觉得拘束了爱自由爱好的陈浩。其实这一切都是陈浩设计的，他只为了吞占您公司。您甘心被这样的人看见吗？不甘心。我代表徐氏公司正式和沈氏公司副总周婉离签署合约，合作愉快。哎，清月，是我鬼迷心窍，我给你道歉。清月，哎呀，清月，没事啊。沈江豪，这怎么回事啊？我们没有拿到项目不说，还被他们反将一军。周婉离和许清月能合作，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相似点。什么相似点？对自己的能力极度自信。他们这种人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否定他们的努力。如果说我们把他这一次的晋升看作是沈明要为他走后门，那他为了证明自己，就会断绝跟沈明耀的关系，而沈明耀又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他们一定会爆发一次巨大的争吵。我举报，周婉离之所以能得到这次合作，是因为我们沈氏集团的沈总暗箱操作，他做了我们沈总的情人，我们沈总为他以权谋私。天哪，这是在公共浴室，沈总和周副总玩了个真花。都这种关系了，周婉离的项目肯定是靠沈总拿到的啊！把大片给我放！哎呦，表哥，这照片可是我在龙潭深的高尔夫球场亲自拍的，当时明明是你和孟娜。我们懂了，是我逼的周婉离勾引你，在和合作方谈项目的时候在浴室乱搞，然后被陈总看到了，大发雷霆离开的吗？你们得罪了合作方，却还拿到了项目。周婉离，你敢说你不是靠不正当关系得到副总的位置吗？我有没有能力，全公司最知道的不就是你吗？如果我没有能力，你为什么又偏偏从我手中抢走项目方案，当做是自己的？你少在这颠倒黑白，明明是你从我手里抢走的项目。你们在谈合作的时候乱搞，大家都知道这是徐总的禁区。徐总本来已经取消合作，是后来被我的项目方案给吸引，徐总才决定重新签约。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你这个靠关系的贱人给抢占了。我怎么不知道？我被你的项目方案吸引了。没想到回来送个文件，能看上这出大戏。我记得没错的话，你的设计方案通篇错字，一点关于珠宝相关的词语都不设计，满篇写的都是自己的三维，想要勾引我前夫。我说的没错。后来你更是想勾引我前夫上床为目的，来换取项目。可是你万万没想到，公司是我的。我之所以把项目交给周婉，是因为我看上他的工作能力。我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我有证据。需要我在你公司的大屏上放你的裸照吗？原来孟娜是靠当小三上位的，这样的人品怎么好意思去说别人呢？我之所以和沈氏合作，是因为我看上周婉离的工作能力。如果你们沈氏屈才，那就让周婉离到我们公司上任，我们给她的职务只高不低。就算他周婉离真的有能力，那您能否认他在谈合作的时候乱搞吗？蒙娜，糟的话说出口是要负法律责任。我说错了吗？你们连床都上了，会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们但凡有关系，这项目的事情谁有受得起？我没有靠男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鉴于今天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会主动请辞沈氏副总的位置，完成交接工作后离开。我不是你，凭借我的工作能力，到哪都有立足之地。婉离，哎呀，表哥，周婉离已经有就辞职了，你就没有什么对沈氏员工交代吗？我确实有些要交代给你们的事。来人，各位都看清楚了，沈家豪造谣陷害沈氏员工周婉离的名誉，毁坏公司信誉，怂恿沈氏员工孟娜给我和周婉离下药，导致项目耽误。以上所有犯罪事实我皆有证据，我将会起诉你。按照沈氏集团法务部的实力，你将会获得天价赔偿和数年牢狱之灾。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反正我已经将证据都已经销毁了。你不可能有证据，我反正你。表哥，沈总，我从来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告我呀，沈总，我劝你，求你了，沈总，我就这样会毁了我。你想去也行，现在给我押送沈家豪到尼国分部，没有沈家命令，不得回。这么轻的处罚，不就是去尼国工作吗？你懂什么？没有沈家庇护，那种地方去了就回不来了。表哥，沈总，我错了，表哥。大家都听清楚了，周婉离就是因为有能力，所以能当上沈氏的副总。以后我再听到你们谁说周婉离半句坏话和谣言，你们的下场跟他一样。婉离，你别走。我不走，等着沈总继续隐瞒身份，欺骗我们。你以为今天的这件事情重点是我被诬陷吗？以我的能力，我会在乎这种无足轻重的栽赃吗？我会在乎孟娜和沈家豪吗？我在乎的是你，我在乎的是你从头至尾对我的欺骗。对不起，我隐瞒身份，一方面是我不想我们之间的相处因为身份让你感到有负担，还有一方面是我不希望我以一种强迫的姿态接近你的人生。姐姐，我年纪小，你本来就不喜欢，所以我不希望任何外界的事情能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是纯粹的。纯粹？你觉得纯粹是因为年纪太小、太天真、太幼稚？纯粹的爱，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一文不值。你不想要被爱吗？我只是想爱你。正是因为我想，我贪恋，所以我本该在我大放异彩的升职宴上被人羞辱、被人践踏，我的付出被人否定，说是因为靠男人，被逼得我只能自请辞职。这是你想要的吗？把一个事业型女性带回家给你当保姆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周婉玲，你这么说完全是贬低了我，也轻贱了你自己。轻贱？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我的吧？你绝不能因为一个男人而像妈一样决心去。
朱文丽，这点小事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浪费这么多长时间。哈哈，心中无难人，法见自来水。史明耀，你怎么在这里？姐姐，对不起，错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见过你，我一直都喜欢你的自由、你的野心、你的洒脱、你的能力。我认做你这件事后的做对的事。是不是我？你怎么翻到阳台上的？我从隔壁邻居家阳台接过的。翻阳台这个事情不可怜了，不用担心。就是不熟悉你家的地形，摔了一跤。不过还好，这个没有摔坏，还能给你写字。只要你不哭，我就不疼。我知道今天白天的事情没有错，但我们真的不合适。为什么？巧妙的花不甜，如果硬要像我们这样在一起的话，只会什么都不是。不甜的话，我们可以下堂。不要再纠缠了，这个吻就是最后的告别。哦，万离，你失恋了？怎么可能？我像是被爱情束缚住手脚的人吗？啊，宝宝，我跟你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人，但是这个人他和你规划好的理想型完全不同，你会因为他打破自己的原则破，而且你明知道跳下去就是火坑的情况下，没有臭男人值得你哭泣。我们家婉离就是最好的，看到你这么伤心，已经失去有你的资格了。况且在我这关他也过不去。你说的对，没有臭男人值得我为他哭泣。这就对了，我们呀要玩弄男人，而不是让男人玩弄你。这样，姐去给你点几个男模，也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快乐。哎，等着，等着，下柔，下柔，哎呀，我不需要男模，姐姐还是要吧，我会的可多了。不是让你走了吗？为什么还要追上呢？姐夫就走。这么喝酒，不比一个人喝酒不错吗？我不是说了好听话算你，就算你色诱，也不上我。谁跟你说好的？再说了，谁又跟你说你不会上钩？我会。那我上钩了，别跟我。姐嘴是硬的，脸是软的，那心呢？回我心了吗？我不是流氓，我是男模，是姐姐点的男模。我没有点男模，是先让他。我知道，他也是为了让姐姐开心，我也想让姐姐开心。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为什么？因为爱，因为值得。如果你对我失望，我可以重新追你；如果你已经把我们之间的嫉妒条清零了，我可以重新把它填满。爱情之间如果有100步的话，当你走出第一步就想退后的时候，我一定会坚定的向你走出那100步。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早知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竟然被他骗了，这个心。原来是我蠢，沈总稍微有意思了。怎么了？再也不要联系，你和我之间没有可能。沈总，沈家豪用最后一次势力状告你在公司搞乱风气，明天所有的家族成员会和公司的高层一起开会。婉玲，
郑总别误会，没有走完离职手续之前，我还是公司的高层。等开完会做完交接之后，我会马上离开。妈，沈家豪的事我已经替你摆平了，以后做事儿小心点儿。我没有时间一直给你收尾。知道了吗？世家权贵从来不缺前赴后继的女人，不要因为一只麻雀影响你对我们沈氏的决策。妈，他不是。他无论怎么样，都不值得你这个沈氏总裁替他花心思。今天以后，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我们集团。正好，我正有此意。等下做完交接之后，我会马上离开，不会出现在沈氏公司，也不会成为沈明耀的物品。妈，婉丽她，周副总不能走。怎么？你这是要反对我的决策？我们沈氏集团目前最大的合作方案就是周副总凭一己之力完成的，而且我们的合作方许氏集团的总裁许清月就是看中了周副总的个人能力，才谈下这次合作。这是他亲口说的，我们沈氏集团的人都听见了。而且，如果我们贸然开除了周副总的话，我们这次合作很有可能就流失了。周副总也是我们沈氏集团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师，如果他走，对我们沈氏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周副总，你怎么想？我觉得就没周副总，做事要有始有终。许总是因为你才签的这次合作，如果你突然走了，不是辜负他信任。谢谢，把这个项目做好，让我有机会趁这段时间追回你。我会留到此次合作案完成。好，那你也只能留到这次合作案完成。没什么事，大家都可以工作去了。妈，这什么意思？她是？她是你妹妹。董总好，一会儿先别告诉你要跟我是他的未婚妻了。他现在有喜欢的人，直接告诉他反而会适得其反。不如让我以妹妹的身份留在他身边，日久生情。于和刚从国外回来，对什么都不熟悉，你就把她当成你妹妹，多照顾一下。爸，我没时间，我还有工作要忙，而且我们孤男寡女的不太方便，您还是把带走吧。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都要照顾好于和。喵哥，我猜你喜欢那个副总姐姐对吗？我不管你跟我妈刚刚达成了什么协议，我警告你，不要对婉离动什么歪心思。如果她出事了，后果只会在你身上，成千上万倍的偿还。喵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啊？我只是觉得那个副总姐姐虽然表面拒绝你，但实际对你还是有意思的。你留我在身边，我还能促进你们的关系。是吗？我警告你，你当绿茶的手段太浅了，显得你很蠢。你不要妄想以此为借口，成为我和婉离之间的绊脚石。沈总，我来给您送文件。不好意思，打扰了。哎，婉离，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原来我真的看错人了，沈明耀居然为了劈腿，骗我当小三，还骗我不认识未婚妻，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文件您收好了。你吃醋了，是不是说明你还在乎我？你放心，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我发誓，我只有你一个人。事到如今，你还有骗我？他不就是你的？婉离姐，我们能谈谈吗？不行，婉离不需要为任何一个不相干的人浪费她的心神。你应该知道吧，我才是他的未婚妻。你这个小三儿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李瑶，你先出去吧，我有些话要跟他谈谈。我又在门外，你有事喊我。我不想闹到3个人对峙的地步。今天有什么话，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完，然后结束这一切。你装什么大气啊？早听说明耀哥身边有个老女人，他可真是不挑食。你应该知道吧，我才是他的未婚妻，他亲口和我说过，和你只是玩玩而已。你装什么？
是不是以为装作坚强清高，我们上流阶层的人就会对你多看一眼？你是不是在嘲讽我？别以为明耀哥抱过你，我就会嫉妒。我们是联姻，婚前不追究任何行为，所以我根本不在意这些，因为最终他都会是我的老公，而我才是沈氏夫人。大妈，你这个标榜新时代事业型女性的人，是在和我辞境吗？我并没有，我只是叹了一口气，你就破防的说了这么多，我就是觉得你自卑。我还有个问题，明耀是在进入公司之前就和你订婚吗？你们是在他空降总裁后才开始的？当然，在进入公司的前2天，我们还一起给明耀哥办了庆祝宴呢。就在那天，因为2家父母的撮合，他向我求了婚。那祝你们联姻幸福。我们当然会幸福。不过我看你好像不服气呀，那要不要试试看？是你这个真爱在他心里重要，还是我这个普通联姻对象重要？婉丽，怎么样？以后有没有欺负你？明耀哥，你都看到了，我也摔倒了，你怎么能够分青红皂白的质问我？而且保姆都说过要你好好照顾我的。是啊，联姻就代表着父母同意且祝福他。你不用拿我妈来压我，我从来都没有向他承诺过要照顾你。再有下次的话，余家来求我都保不住你。沈保姆，周婉玲一直勾引纠缠明耀哥，你得回来帮我做主啊！怎么回事？明耀呢？我怪明耀哥，就是周婉玲的手段太厉害了，陷害我推搪，离间我和明耀哥，然后周受伤，让明耀哥带他走了。在我面前就不用耍这些歪心思。我既然看不上周婉玲，自然不会让她成为明耀的未婚妻。你也不要成为我看不上的人。如果你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帮你一次。如果你就这么哭哭啼啼，那么沈氏夫人的位置同样也不会是你的。保姆，按照我的观察，周婉玲十分的在乎面子和尊严。如果您能够和她出面约谈，言明她和明耀身份地位的不匹配，并且做惩罚，把她降到基层去，让他们2个疏远一段时间，应该就能拆散他们了。好，一会儿我给明耀打电话，把他调走，你拖住他，我亲自跟周婉玲谈。这个伤怎么搞的？你信我说的，不信他说的吗？当然，我只信你说的。等一下。不能再心软了，对待自己的未婚妻的如此绝情，当场抱走我这个小三，以后如果厌倦我了，是不是我也会被这样抛弃？你走吧，我只是作为沈氏员工留在这里的最后1个月，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以后不要再见面了。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你能不能不信他说的，只信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孟娜转发过来你的订婚新闻，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叫我怎么相信你？没有人跟我说什么，我只是觉得给彼此留一些体面，以后不要再纠缠了。肯定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我现在把他找过来给你对质。约会是我妈找来的，我现在去跟她说清楚，你等我。我在乎的从来都不是这些，是你对我的欺骗和隐瞒，导致我被你还知道你是三儿？周婉离，我以为你能当上副总这个位置，应该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沈家容不下你这种出身和品性的女人。没想到
你得寸进尺！我知道你这种女人在想什么，想不劳而获，用身体攀高枝，开个价吧。你想用身体在明耀身上坑多少钱，我给你。我什么都不需要，你也没必要再次羞辱我。我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副总的，也没有说你口中做的那些阿杂事。我和沈明耀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有未婚妻，我也是受害者。那这么看来，你不想以小三儿的身份待在明耀身边，开个价吧。我不要钱，我只想证明我的清白。而且一开始的纠葛是我和沈明耀自由恋爱。你觉得以你的身份和品味配得上明耀吗？你知道于家在培养于和这样的名媛上一年花费多少钱吗？5个亿，你一辈子也赚不到。哼，我看你是个识相的人，应该知道廉耻。今天林耀对你的偏爱，那是因为他和于和闹别扭，现在2个人已经和好了。林耀交代给我的意思是让你去基层，离他远一点。你不是叫他去谈话了吗？那可能是明耀想摆脱你的借口吧。今天你就去基层任职。原来你说的话都是骗我的。也是2、3句哄人的话而已，我竟然还相信，我竟然还敢相信男人的话，我真的是傻得可笑。周婉离是吧？来这么晚还在这转悠，嫌你一点活都没有，先把门店卫生打扫了。我只是从总部下调做1个月的市场调查。我管你干什么？来到这个门店就归我管辖，不听我的话，我立马状告总部，说你来到门店还摆着副总的架子。况且1个月以后，就算你回到总部，不也马上离职了？一个妄图勾引总裁上位反而被降职的贱人，你呸！哎呀，这谁呀？这不是我们沈氏集团的副总吗？怎么落魄成这样了？今天啊，你也别拖地了，就你。这是我们最新的设计。别放了，我都看不过来了，你有没有点眼力见？我渴了，去给我倒杯水。看什么看呀？你现在就是个普通销售，我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不知道吗？这位客人，沈氏有规定，像你这种无理取闹的，我们可以将你驱逐出店，并归入黑名单，严禁进入沈氏旗下的一切产业。现在扯平了，你现在离开，我不追究你责任。你要是再无理取闹被归入黑名单的话，你这辈子再也无法进入沈氏得到任何工作。给我等着！周婉林，你勾引别人老公，现在把你降职，你现在发脾气发到顾客身上来了，我说的不对吗？这一巴掌是你搬弄是非，这一巴掌是你刚刚打我的。我警告你，没有事情不要来招惹我，否则吃亏的一定是你。凭什么你能心安理得的反击我？你来这是受苦的，你以为我会让你挺起腰杆吗？来这指明要你接待的人都会知道你是小三儿，都会叫你小三儿。我不是小三儿，你连和我未婚夫接吻上床过？我要不要把你拖出去，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多贱？标榜自己是新时代事业型女性，为了升职勾引别人老公当小三儿。你说的我没有做过，如果你再炫耀，我会去法院告你诽谤。还有，我告诉你，我不会跟你抢沈明耀的。如果是这样，我希望我一早就没遇见他。彪哥，你别和婉丽姐吵架。如果你不来招惹婉丽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我是不是给你说过，不要招惹婉丽，不然余家我保不住你。这些谁做的？不是的，苗哥，是婉丽姐想要打我，就自讨苦吃。
你以为我会信你这个低端绿茶吗？来人！婉丽身上有什么伤，她于和身上同样留有，走完之后扔远一点，不要脏了婉丽的下班路。是。你们干嘛？我是余家千金，你们不能动我！周婉离，都是你害的，明耀哥哥这样对我，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您是沈总未婚妻于和小姐，你是刚才被周婉离泼水的女人啊？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周婉离。你想要的是沈明耀，而我想要的是他副总的位置。我们可以合作起来把他赶走，然后取而代之。婉丽，于和是因为你才找的我麻烦，我就不跟你道谢了。现在你把你带来的麻烦解决完之后，你可以离开了，沈总。婉丽，你不要因为于和4就离开我好不好？你前2天消失了2天，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你，你为什么不告而不？沈总，这又是和于和闹别扭了，来拿我寻乐子呢，是不是？就算我出身低微，也不是你们有钱人呼来喝去的哈巴狗。婉丽，我不会对你这样子的，以前不会，以后更不会。只要是选择题，你就是我唯一的答案。沈总，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很好骗？明明住着坚硬的外壳，却被你轻易的推开后，再一次的用心接纳你。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都喜欢家里养一个，外面再养一个？沈明阳，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无论我之前有多么的喜欢你，我都不会让你得偿所愿。这其中有我不知道的事。不行，我得问清楚。别再为了沈明耀的事情烦心了，做完这些就开启新的生活吧。你没事吧？你还紧张我，是不是说明你还喜欢我？我们已经结束了，你别这样。不结束啊，我们好好聊聊行不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说气话，我们稀里糊涂的吵了好几次架，我们不应该走到这个地步的，我们不是应该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吗？未来？我们之间有未来吗？我不想当你的小三。糟了，我们被锁在里面了。什么小三？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当小三？我去当小三，你都不可能当的。你不是和于和都已经订婚了吗？你妈都亲自上门警告我了。订婚？我不知道啊。我妈说于和是我爸至交好友的女儿，让我把她当成妹妹，还说她已经订。她一直跟我说的是你们早就订婚了，你只是把我当小三养着。还有上次离开，也是你妈过来警告我，给我看了你和于和的亲密照，让我离你们远点。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骗人的话，我就当一辈子你的小三。你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很无助吧？对不起啊，我之前承诺过要保护好你的，但还是让你受到伤害了。还疼吗？我没事，我觉得其实你妈妈说的也挺对的，你们沈家一定会娶像于和这样门当户对的人，或许现在段老师最适合我们的。不要，你愿意去为了事业打拼，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了我去拼一下？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你只需要站在我身边，我就有去打拼的动力了。我真的很爱你，你愿意相信我的爱？我可以相信吗？本来想用箱子把周婉离砸晕，给他点教训，没想到反而促成了他们和好。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周婉离赶出沈氏？说说看。就利用周婉离身负最恨的女人，骗走他们母女所有财产，然后抛妻弃子，支持他母亲含恨而终的父亲。你要干嘛？周婉离他爸来了，等着看。你是谁？
找我来有什么事儿？我是婉玲的同事，您不用紧张。今天啊，我是代表公司来慰问家属的。周婉玲，她做了什么公司，还要慰问家属？您不知道吗？这婉玲现在啊是沈氏集团的副总，职位高，薪资也高，年薪100万呢。现在啊在代替沈氏视察珠宝店。这么多钱，这个小丫头片子一点风声都没给我透露过。她这么有钱都不孝敬您，那确实应该给她点教训。不如您去拿走珠宝店的珠宝了，然后再栽赃到她身上，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孝女。你说的对，敢不养我，就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就算你让周婉玲的父亲去偷珠宝，按照沈明耀的性格，知道不是周婉玲指使的，肯定会帮他填平这个坑呢。所以要趁他们来不及解除这个误会，更来不及填平这个坑啊！你什么意思？周婉玲虽说是下调1个月，但沈明耀心疼她，过2天就会把她带回沈氏。只要打好这个时间差，趁沈明耀和周婉玲刚回沈氏和所有高层谈话的时候，帮他的父亲偷珠宝，给他致命一击。我下队的时间还没到，提前回来会不会？你本身就去线下店铺做营业额调查的，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了，当然可以提前走了，我才舍不得你吃苦。而且今天呀，就是针对营业额去调整我们的产品方案了，我们的项目马上就进入尾声了。你怎么又要离开？我们不是已经确定好彼此相爱，要一起走下去了？可是，一方面沈家对我的印象很差，另一方面你母亲又有认定的未婚妻。这不重要，只要我过了我妈那关就可以了。我妈这个人虽然很严厉，但只有触及到她的原则问题，她才会生气。而且这中间肯定有鱼和刺儿，添油加醋。既然事情不是你做的，我们给她解释清楚就行了。而且我爸特别喜欢我们你的人，我今天呢还专门约了我妈妈过来，让她看看你。妈。项目做的不错，要是能做好人就更好。婉玲人很好的，之前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总裁太不好了，门店丢了价值1000万的珠宝。什么？公公别急，我们已经抓到盗窃者。珠宝是你偷的，是你偷的珠宝？什么我偷的？那不是你的珠宝店，我是你爸，拿你几件珠宝而已，说什么偷？赶紧放了我！真是蛇鼠一窝，小的毁坏公司名誉，老的直接侵吞沈氏财产。陈婉玲，我要是你，我都没脸接近沈氏。不可能，婉玲不可能做这种事情。这段时间我一直陪在她身边，而且她身上一个珠宝都没有。倒是你，我要好好问问你，你抛弃婉玲失踪了20年，为什么突然能找到她的消息，而且专门找过来偷珠宝？你如果不好好教，我会亲手把你送到警局去。如果他供出孟娜竟供出我就完了。是周婉玲叫我回来的。我不是你前一阵子突然联系我说你进了大公司，有机会去珠宝店，叫我过来偷偷拿点珠宝吗？好，就是你要勾引明耀的。你看着不能结婚捞钱了，就喊你爸过来偷珠宝。早听说周婉玲是个狠角色，没想到这么有心机。不是，这其中一定有误会的。婉玲说话，他怎么可能告诉你真相？他还说你特别爱他，要继续找你要钱，直到榨干你最后一点油水，他才走呢。我也是良心过不去才告诉你的，是他亲自给我开的珠宝店后门，让我进店偷珠宝。他还说他根本不相信男人，要靠自己把钱捞够了才离开你的。我也是太爱自己的女儿，才会这样一步错步步错。求你们原谅我吧！你胡说！如果是我让你偷的珠宝，那珠宝应该在我这儿。这些天
我一直和明瑶在一起，他可以为我证明。你都交代过放在保险箱里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嘛。保险箱就是用他的名字开的。我没有，不是我。够了！你们父女已经造成了公司的损失，有什么话还是给监狱的警察说去吧。明瑶，不是我。现在证据确凿，你还要解释什么？周婉丽，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辜负了我的信任。沈伯母，看来以前明耀哥真的是被婉丽姐姐给骗了。现在知道错了还不晚。你说怎么处置他们？既然周婉丽的父亲是为了孩子才做这些事情的，那就把他放吧。但是幕后主使周婉丽，绝不能轻饶。放开我！明耀哥，那我会按照婚约跟于和进行订婚，我会补给他一个盛大的订婚宴。至于你这个低劣的小盗，给我滚到集团最底层去打工，用你打工的钱给我补偷钻石的钱，还有离我远一点，不要再纠缠我。看来你是真的放下他了。好了，我们走吧。跟我做的下场就是这个。你这个人老珠黄的蠢货，我使点手段就能把你打入地狱。哎，阿姨，我送你。别演了，谢谢，他们人都走了，地上不凉了。你的戏也不错吧？给了你一个眼神，我就懂了。你也不怕我真有婚姻？怎么会？我跟姐姐挺有默契。哎，说着你的，你觉得周强被突然抓回来，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沈氏集团的防盗系统反应很快，但是我们这边刚上报，于和就把你爸抓来了。哼，这未免也太巧合了。所以反应这么快，计划这么周密，肯定是阴谋了。是啊，所以我就暗示你演了一场戏，也正好趁此机会抓住幕后指使。要是周强真的被抓的话，那我们的线索可就断了哦。既然于和能把你爸带来，我们可以先从他下手。是啊。人家现在可是你的未婚妻，你跟着岂不是更好？师座啊！哎呀，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我发誓，我绝对会为姐姐守身如玉，不让她碰到我的一根头发丝。喂，妙哥，我们既然决定订婚，也应该多沟通沟通感情啊。周六我们去泡温泉好不好？好，地址发我。到时候我就提前进去，你试试能不能套出他的话。妙哥，你怎么还缠着少爷呀？赶紧做完下课。应该是个出水口的声音。哎，你不是？哎，你撕我干嘛？你不是着急吗？我就想着顺手帮你是着急。妙哥，你下来呀。妙哥，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你干嘛总躲着我啊？我没有，我觉得好热。哎，你不觉得你穿什么？哎，你渴不渴？我去给你拿个果盘。关键时候拿什么果盘啊？那主意多，放着他。你不是说泡温泉一定能行吗？现在把明耀哥吓跑了，可怎么办？不可能，男人就没有留下回。这样吧，我教你一些让男人把持不住的秘诀，照着做一定能拿下沈。但是你要答应我，让我传回沈氏做副总。可以，等我顺利当上沈夫人了，好处少不了你。竟然是孟娜和于和勾结。明耀哥怎么还不回来呀？唉，你去找他试试，看看孟娜说的方法行不行。这是没料，他就是愿意讲，能让你喝出来你。好啦，别闹了，我听见哥哥是谁，这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你再这样，我不跟你说了。哎呀，不行，你告诉我嘛。你是狗吗？我看看的。你姐姐不理解。好了好了，我说了，我刚才听见于和给沈明耀是蒙娜指使的。我记得，那他之前不是要跟你去竞争沈氏副总的位置吗？那个人心飞的很。他消失了很久，也不知道回去哪。没事，只要他还想当这个副总，他就跑不远。哎，周强不是被你放走了吗？我们可以去跟着他，或许能找到你。难道这是周强在那里埋的痕？莫娜怎么会在这儿？他们看起来好亲密啊！走，我们进去看看。二呢？我们直接上去敲门的话，或许会打草惊蛇，到时候什么都查不出来，他们还有可能会逃到别的城市去。问问吧。这就是你说的办法？之前去你家就这么犯的，有经验。你要庆幸，我家在这个小区刚好有个房子。哎，这儿的房子不便宜，一般人买不起。都说了，这事等着我来做，你怎么还自己动手啊？宝贝女儿，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项链？喜欢吗？爸爸，这项链应该很贵吧？你是我女儿，再贵也值得。当年我结婚有了孩子，你还愿意跟我，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那个黄脸婆婆早就看她烦了，我就拿她当保姆使唤而已。那是因为你对我们母女俩好，生下孩子愿意让孩子跟我的姓，还给我们买这么好的房子。我等你几年而已，我心甘情愿。畜生，我要弄死他！嘘，冷静冷静，你现在动手会打草惊蛇。也许是鸽子吧。吃饭吃饭。原来他的脾气也不是喜怒无常，也会为爱让步。那我这些年受的委屈算什么？我妈妈没有得到爱而自我否定、郁郁而终，又算什么？文一，不是所有人都配被称为人啊。小时候我和妈妈经常被打，而她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是妈妈一个人打零工养活了全家。我一直认为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但我没有想到，她居然还有另外一个家。为了让孟娜过上更好的生活，她竟然不惜代价的去骗钱，去偷珠宝，还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我的身上。原来这些年，她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家人。原来一直被抛弃的只有我。50万，我永远不会抛弃你，我会双倍、10倍、无限制的弥补你之前缺失的所有爱。明天就是订婚宴了，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那些欺负过你的人，一个都不会好过。你怎么泡温泉自己跑了？没等我？太热了，有点晕，我先走了。今天是我们订婚的好日子，我有个提议。于和，以前孟娜在的时候，公司运行的井井有条，现在副总的位置正好空着，不如让他回来吧。还有那个周婉离，银佑哥，你以前就是太心软了，不该罚他去打工的，应该追究到底，把他送到监狱里去。都还没结婚，就开始管起我沈氏的事情了。不过你说的对，你作为沈氏夫人，早晚都要管的。笑吧，现在飞得越高，一会儿你哭得越惨。吉时已到，有请沈先生、于小姐致辞。
非常感谢各位能参加我的订婚仪式，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相信各位在看完之后很开心。你什么意思啊？明耀，你还想胡闹什么？是于和指使我在沈氏面前故意损害周婉丽的形象，并且给了我50万定金，说如果毁了周婉丽，他还会给我300万。你是指使周婉丽她爸把项链偷了，然后栽赃自我？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们都不许看，这是假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明耀，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对，都是假的，一定是周婉丽，是周婉丽陷害的。对，周婉丽一定是她。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于和，你为了明耀耍些手段，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损害沈氏的利益，我是绝不会饶你的。不是的，从今天起，于氏的投资沈氏全部撤回，于家也不再享受什么上流地位。来人，把这个不相干的外人给我拖出去！明耀，你跟我说说话。想去哪儿？是不是你让周强来要钱闹事，还偷了珠宝陷害周婉丽？我不知道你们乱七八糟在说些什么，不要以为放了几个假视频就能陷害我。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明耀，放视频，看看孟娜在当铺里都干些什么好事。大家都看到了，我在沈氏被降职，从头到尾都是这2个女人在栽赃嫁祸我。可能，我家怎么可能破产？我就是看不惯你什么都要跟我起，什么你又怎么样？死不悔改，拖下去！等等，这些事都是我做的，和他没关系，一切罪行由我来承担。你竟然愿意做到替他顶罪的这个份上？什么顶罪？我听不懂。你们不是要抓犯人吗？来呀，还抓我呀！够了！不就是因为她是你的私生女，你才袒护她的吗？我才是你名正言顺的女儿。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竟然还要帮一个陷害我的人顶罪！孟总一直高高在上的样子，原来是个私生女。原来这副总的职位一直是亲姐妹在争斗啊！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女儿娜娜温柔懂事，不可能犯错，一定是你有病，你嫉妒她，非想让她进监狱。证据确凿，我会让真正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我真是给你脸了，这么多年没打你，皮痒了是吧？周强，你是要当着我的面打婉玲吗？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们一家人，丧尽天良的父亲，还有不择手段的姐妹，你们现在根本不配做他的亲人。周婉玲有人爱，那就是我沈明耀，而且我给她的爱比你们只会多不会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向全世界宣布对我的维护和爱。你们的犯罪记录我已经交给警察局了，你们马上就会被人带走了。各位，那我就告一段落。既然婉玲是清白的，那么我宣布，我将恢复婉玲在沈氏集团副总的职位，并且将与她正式交往。婉玲，你愿意吗？我们确实在交往，沈阿姨，我知道您对我的信任，放心吧，我不会影响明耀在公司的工作的。所以今天我要向您提出辞职，以后不在沈氏工作。婉玲，你放心，等明天沈氏和许氏签订新的合同方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新身份。听说这次来谈合作是徐氏新上任的副总，你知道是谁吗？大家好，我是许氏的副总周婉玲。
此次的商务洽谈由我代表许氏进行。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散会。姐姐，我们今天晚上去约会吧。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咱去吃。